七七，这陨石越来越多了，接下来我们去哪儿？没路了，我们躲不过去了。行吧，能死在这也不错。你说好好的，怎么就世界末日了呢？哎，你去哪儿？我害怕。记住我，下辈子换我来救你。我妈曾经跟我说过，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死去，而我现在死了又活，指定是这世界有什么重担要给我挑。那么问题就来了，6块。没钱怎么办？没钱别说挑重担，鸡蛋饼都加不上2个蛋。所以为了拯救这个世界，我决定先赌把大的。什么破玩意儿！老子好歹是个重生者，不给我系统，不给我异能也就算了，连个刮刮乐都不给我中，玩我是吧？算了，小爷今天重生第1天，心情好，就不跟你计较了。对了，那彗星还剩多少天砸下来来着？也就是说，59天之后，那颗彗星就砸下来了。哎，算了，先找到柳七七再说吧，说不定他能有活下去的办法。据本台报道，目前彗星轨道正常，对地球没有危险，请广大市民安心出行。我记得他说过，跟我同一个城市，就在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来着。哼，找到你了 ，Hello， 美女，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哎，你是今天的第3个，准备好了吗？准备什么？哼，站着别动哦。柳七七，我是林剑秋啊，我说过，如果重生就会来救你的，你不记得了吗？说起来，咱们俩可是末日情侣，惊天地泣鬼神，而且当时情况紧急，就在那颗陨石马上砸下来的时候，我直接把你抱在怀里，接着我们俩就都嗝屁了，再然后我就重生了，重生后第一时间就先来救你，感动吧？说完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哼，谢谢你的科幻故事，很精彩，一会儿记得把账结了。再见。你不相信我？故事很精彩，只是我不喜欢科幻片，下次换个题材吧。再见。怎么办？柳七七，这可是你逼我的。为什么这个人会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呢？你听我说，林剑秋，男，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7日。别抓我啊！可恶，放我出去啊！不对劲，自从遇见他之后，脑海里总是会出现这些奇怪的记忆。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那颗彗星真的会撞击地球？今天好像是林剑秋出狱的日子，看来只能找他问清楚了。你叫林剑秋是吧？啊，柳七七，跟我走一趟吧，我带你去见几个人。这么说，你相信我是重生者了？信了一点点啊，只有一点点吗？所以你最好把你那个科幻故事再重新说一次。这个我以后再解释。你先听我说，我在牢里这几天可没白关，我想到个能在灾难来临后活下去的好办法。哎，怎么不走了？没什么，可能是错觉吧。疑神疑鬼的，听我接着说哈。这次绝对吸收了上次被砸死的经验。你想，那彗星不是从天上砸下来的吗？这次我们就躲地底去，有多深躲多深，保证能活下来。
开始吧。先认识一下我的2位好朋友，马思哲，你好，搞天文的；周怀远，搞地质的。而这位他叫林剑秋，是一名重生者，或者通俗的讲，他是从2个月后穿越过来的。严格来说，还是叫重生者比较科学，毕竟我这个人不怎么看穿越文。你俩谈恋爱非得拉上2个大灯泡吗？原来七七喜欢这种 play 啊！我是认真的好不好？2个月之后，天上的那颗彗星就会砸下来，造成世界末日，大家都得玩完。哈哈，别闹哈，兄弟，那彗星轨道都分析100遍了，根本对地球没有什么威胁。先不说这个科学结论，就是原因也不能让人信服，总不能是这彗星说砸就砸吧？唉，我也不知道那颗破石头为什么会砸下来，很多人都死了，我也死过1次了，那个滋味不好受。你把当时的情况仔细说说，我就相信。听好了，52天之后，彗星会在最靠近地球轨道时，突然爆炸，分裂成2块，其中1块会带着大量的陨石直接撞击地球，造成世界末日，所有人都会死。我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末日中活下去，为此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既然大家相信了你重生者的身份，那么说说你有什么计划吧。唉，彗星撞击地球后，很多人都躲进了一些地下设施避难，但这些避难所都没能扛住第1波的撞击，很多人都死了。所以我们想要活下去，只能往更坚固、更深的地下避难，才有生存的机会。有道理，从天文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避难所不光要深，而且还要避开陨石撞击的重灾区域，才能提升生存几率。我倒是想起来，有个1000米深的矿洞挺合适的，只是什么？只是这个矿洞处于废弃状态，要想在灾难中活下去，就需要大量的钱做改造工程。哈，那完了，我最近开销太大，都吃上团好饭了，帮不上什么忙。我也没有存款。唉，你们应该知道的，女生开销大很正常，对吧？钱，我来搞定。听你这口气，咋的？你家里有矿啊？都不是，但别忘了我的身份，我可是重生者。谷队，死者的身份确认了，是附近的流浪汉，但是死亡原因还不能确定，太诡异了。监控画面里的那个女的身份确认了吗？确认了，是附近研究所的员工，叫柳七七，但是没有证据拍到是他杀的人，和他同行那名男子的身份也还在调查。哼，这案子倒是挺棘手。走吧，让我们去会会这个柳七七，看看她都知道些什么。听说了吗？昨晚这附近有个流浪汉死了，而且死状很诡异，连尸检都查不出来什么。谷队长是吧？不能因为我去了趟公园里，就认我是凶手吧？没这个意思，我只想问问，跟你同行的那个男人是谁？我不认识他是谁，也跟你的案子没关系。谷队长，我想你找错人了。别着急嘛，也许听完我的这段监控内容，你可能会想起点什么。确实如你所说，你只是去了趟公园，而且和死者也没什么社会关联。但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上面，这个流浪汉死之前曾经在附近多段是监控中出现过，根据现场录音，他一直在喊着世界末日之类的胡话。如果他一直是个精神病倒也好办，哼，可惜
你和那个男人前脚进入公园，后脚他就疯了，现在更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所以你还认为跟你没关系吗？凶杀案、重生者、世界末日。唉，我本以为想的已经足够明白，可这个人诡异的死又让我有些迷茫。会是谁杀了这个流浪汉呢？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会是林剑秋吗？不，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一起，而且他也没有动机。算了，都已经有重生者了，再有什么神秘力量也说不定。还是先通知他们这件事吧。简秋，一会儿吃完面，我陪你去精神病院挂个专家号，让大夫好好看看，免得把我传染了。彗星撞地球这个事儿有这么难相信吗？你要是手头紧，想朝我借钱，你就直说，不用编故事，都鸡波哥们儿。那好，那我就不客气喽。你要借多少？呵呵，你有多少钱？哼，我没钱。要不换你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哈哈，你有多少我就借多少。哎，行吧，这张卡里有我全部的存款10几万，都给你了。好兄弟，收了我的钱，就跟我去办趟天大的买卖吧。好的，长官，明白，长官。你说的大买卖，该不会就是来有钱人的地方搞事吧？我们可得坚守道德底线啊！俗话说，贫贱不能移。行了，别念经了，这里有个藏黑钱的窝点，10几天后就案发被查了。我要不是重生者，我也不可能知道这里的。原来是这样，我说你怎么会有这贼胆啊？但是这地方空荡荡的，就几个家具，我们会不会是找错了？不会找错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里被查封的时候上了我们市里的头条。当时我正在无聊看报纸，印象特别深刻。我信你，但这可是最后一个房间了，再没有，我们只能……你跪下干嘛？腿麻了。你呢？我害怕呀。这个林剑秋怎么回事？安排我们在这里接应，现在都超时多久了，也没个动静，电话也打不通。老周，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啊？下次开作战会议的时候，你别睡觉，你也能知道。又打趣我是不是？别看我陪那小子谈天说地的，那还不是为了七七？他好不容易主动能谈个恋爱，那我们当兄弟的怎么能拖后腿？老周，你说是吧？而且说实话，什么重生彗星撞地球的，这也太扯了。我搞天文的，我能不知道那破石头往哪儿砸吗？我靠！Sabroso, negrito lindo! Uy,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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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音乐？这伙人到底在干什么？林剑秋，不管你在哪，赶紧回研究所一趟，出事儿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那天偷听我们说话的流浪汉死了，你杀的，又或者是你杀的？不，我没杀人，也不是我有低血糖，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早就回家睡觉了。这么说，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都看我干什么？我可跟杀人一点不沾边哈。我知道不是你，
但这人死得太诡异了，科学说不通的事，只能靠玄学来解释。你的重生，或许真的在改变一些什么。我的重生在改变什么？算了，别再想了。目前这个凶杀案的调查还只是在初期阶段呢。我同意琪琪的看法，别想那么多。而且你也搞定了资金，我们还是尽快开始计划吧。那我就去更专业的机构测绘彗星撞击的区域。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一边。重生者，接下来就靠你了。有道理，好不容易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不能被这种事耽误时间。我们抓紧行动吧。喂，怎么了？老周，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放心吧，虽然只在很多年前去过一次，但我对那里还是很有了解的。矿区附近的村子民风也比较淳朴，而且随着这么多年的废弃，经济应该不太好。我们去投资改造，肯定会很顺利的。那你注意安全。放心吧，而且这片区域老马已经提前计算了一下，大概率不会是深度撞击区，很适合我们改造成地下避难所。按照林建秋的说法，那彗星会在最靠近地球轨道的时候才发生爆炸。但是从这些回传过来的数据来看，这颗彗星外表结构完整，而且没有特别明显的裂痕，除了偶尔会分裂一些碎片外，好像都挺正常的。哎呀，伤脑筋，这破石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爆炸的诱因是什么？难道是地球上有人拿核弹去轰它了？哎，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七七，你去哪了？我出来躲躲，免得古强又来烦我。很好，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老周和老马那边也比较顺利。所以你俩开着运钞车要去搞什么公司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有钱膨胀了，就准备挥霍一把？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么大的改造工程，不用个公司的名头很难顺利推进，也能给我们打个掩护，避免其他的麻烦。好，好，好，是我孤陋寡闻了。林总，你俩加油吧。老周和老马那边有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的。很好，老八，我们可不能拖了后腿，该是展现实力的时候了。哼，找好吧你！林子，醒醒，别睡了，到地方了。哎，口水别往我身上涂啊！哼，这门面看着倒挺像那么回事的，不愧是我林子看上的地盘。行了，少拍马屁，去抓个舌头问问路。哼，你小子是不是这个公司的？快说你们老板藏在哪儿了？你刚才那几下很像反派角色，知道吗？这叫策略。我混迹江湖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有勇有谋。行，一会儿把你的谋收一收，把勇拿出来多用用，我们一次给他拿下。哼，真是风水轮流转，虎落平阳被犬欺。我浪氏集团纵横商海数十年，商战从市区能打到县里，县里能干到乡下，岂是你们两个小卡拉米能撼动的？很好，就喜欢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款式。哼，少废话，我劝你俩留好兜里的那俩钢镚，赶紧坐公交车回家玩泥巴去。也对，话不投机半句多，老八，动手。哼，偷袭是吧？你给我放下来，有本事咱俩再整一次。大块头，有种你就放我下来，咱俩现场比划比划，我可不跟你留手。想当年我在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名号可是响当当的烈焰拳皇。哎，谁叫你现在放我下来的？你怎么问都不问我就给我放下了？你突然放下来，我怎么活动筋骨？哎，就这么着吧。你俩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说话怎么都不说话呢？不说话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小子，今天你要是能成，我叫你爹。义父，受小弟一拜。嘿嘿，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这手段，你早上啊，我都懒得下楼这一趟。哎，义父，你去哪？喂，老周，我公司搞定了，矿洞拿下了吗？救命！古队，柳七七那边有情况，他突然离开了本市，而且他的几个同事也突然离开了，我们是不是采取点行动比较好？总感觉这事有点蹊跷。对了，和柳七七一起的男子身份查实了吗？查到了，叫林建秋，而且他也和柳七七一样离开了本市。有意思，我倒要看看这伙人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完了，林总，不是我老八怕死哈，是对面这个配置实在有点克咱们俩。就你特么叫林建秋啊？老头儿，把我兄弟放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谈。好帅呀！村长，他好嚣张啊！村长，他好像在挑衅咱们。我就说有种不祥的预感吧，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我负责记录生活，你负责挨揍。你们仨别动，我来对付。哎，小雪去哪儿了？林哥哥，加个联系方式可以吗？没问题，先等我摆平这个邪恶大反派。无耻，竟然靠美色！我呸！不得不说，咱小雪妹妹是真的勇啊！这叫反水。老头儿，我劝你们还是别挣扎了，你们这个矿洞我要定了，谁都拦不住。少放屁！我老头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就你小子放两句屁话就想吓唬我？好啊，既然如此，那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欺负你们老弱妇孺。我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资本的力量。小子，我一会儿要是顺势原地卧倒，你可别怪老头子我不给你机会。老头儿，再不认输，我就给你们村先修高速，再建美食城，挖个月亮湖，一年开365场演唱会，我闹死你们！吹牛皮呢！你要真有这么两把刷子，还会跑我们村里来诈骗？你当我们没下载反诈 APP 吗？哼，有没有吹牛，你自己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哼，来就来，还怕你不成？小雪，你快离这骗子远一点。完了完了，村长掉钱眼里了。今天很高兴，也很隆重的欢迎我们亲爱的林建秋、林总、林老板来到我们沙漠村，用他伟大的智慧和无比长远的商业目光，真金白银的、诚心诚意的来投资建设我们美丽的沙漠村。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林老板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宏伟计划。你先等等，我最后再说一句，你再上来。说到宏伟计划，想当年你们村长我也是风采依旧。那个时候我们战胜了肆虐的狂风和无止境的沙尘暴，在大自然无比恶劣的环境中开辟出了咱们现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沙漠村。要知道，当年的我们
可不比你们现在，那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就拿水来说好了，你们知道吗？沙漠中是没有水的，仙人掌是不能直接吃的。但是在你们村长我的带领下，大家枕戈待旦，日夜艰辛，每天吃树叶的情况下，终于挖出了这第一口水井。此情此景，不得不吟诗一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是村长，我来扛，东边不亮西边亮。哼，老头，白天说的很开心啊，咱俩不是说好了，你讲2句，剩下的都让我讲吗？我说点怎么了？在我的地盘上还不让我说话了？我偏说下次有的说，我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说。说这么多口不渴吗？我拿着钱来是要让你给村民介绍我们要开矿洞工程的，你还搁那儿念上诗了。瞧你小心眼那样，我的诗怎么了？当年我可是队上的诗歌王子，多少人求都求不来我的一首深情朗诵。老头，时代变了，谁爱听你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今天浪费我1天时间，你不知道我时间很宝贵的吗？切，就这么屁大点事儿，啰里吧嗦的，比我老头子还能叭叭。少给我撇开话题，明天你给我把村民再召集一次，我这么大工程用的人可少不了。你是村长，我是村长啊，还你说召集就召集，就你这点屁事儿，我一个广播下去就完事儿了。那你搞这么大阵仗干嘛？好久没上台，瘾犯了，不行吗？臭小子，你少给我嘚瑟。虽然我答应把矿洞交给你，但咱们生意还没谈完呢。哼，说了半天，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老狐狸，说吧，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说说吧，你那什么世界第一地下探险游乐园开起来之后，门票钱打算怎么分？打的是这个鬼主意啊！好你个老小子，嘴上全是主意，心里装的原来全是生意。哼，少啰嗦，在商言商，老头子我收你个1成利，够意思了吧？老头，你也太贪了吧！就凭你出的这点力，也敢收1成？2成，不能再多了。好小子，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3成，过分了吧？叫你升村长，你还真把自己当官了。这么大年纪了，不懂谦让是什么道理，对吧？4成，不讲价。臭小子，我看你这是存心找茬。5成，都说了不讲价，你大晚上就非得跟我杠是吧？我现在可没闲工夫陪你玩。6成，你爱要不要？好吧，你是存心跟我犟上了是吧？7成，7成就7成，记住，我还会回来的。这小子都给我绕糊涂了，他说的这7成，是他7成，还是给我7成啊？七七，什么事这么着急就让我回去？我可好不容易才搞定这矿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马思哲电话里神神秘秘的，也说不清楚，只叫我们赶紧回去，说有个大事要确认。可千万别说，我们费劲拿下的这个矿洞是被那彗星砸得最狠的地方。这个矿洞他出发前已经确认过了，应该不是为了这个事才特意喊我们回去的。我估计是他从那些专业设备里找到了些其他数据，而且听他神神秘秘的口气，说不定连你也会震惊的。行吧，我已经在路上了。我们研究所会合。说说吧，到底怎么了？林剑秋，我要知道那颗彗星坠落前你知道的所有信息。马思哲，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害怕？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先别管这些，快把彗星坠落前的都告诉我，一个细节也别放过。好吧，那天是彗星离地球最近的一天，我正在看着直播呢，不知道怎么了，那颗彗星突然分裂成了2半，其中的一半竟然直接朝地球撞了过来，而且还碎成了无数的陨石往地球上砸。唉，那个滋味真不好受啊。你是说那颗彗星不是整个撞向地球，而是分裂了一半撞的？是啊，崩的就裂成了2半，有什么问题吗？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不早说？
这下就都能说得通了。那些奇怪的数据果然不是干扰造成的。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你俩坐好了，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关乎我们的命运。我最近接连参加了许多关于这颗彗星的学术会，从观测的数据上看，这颗彗星整体非常完整坚固，虽然也算出过可能会偏离一些轨道，但最终只会从地球很远的距离掠过，对地球本身是不造成任何威胁的。整个天文界都是这么看的。但是自从我信了你的鬼话后，我一直带着疑问去查看这些数据。我发现这些观测数据总是会出现一次相同规律的干扰波动，而技术人员给我答复是观测器本身造成的。但综合你说的信息，不出意外的话，我猜这颗彗星中肯定有外星生命存在。外星生命？你的意思是说，有外星人存在？别搞了，老哥，光一个彗星撞地球就够我们忙的了，你还来个外星人，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是吧？我相信我的数据，更相信我的判断，而且还有你这个所谓的重生者存在，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是匪夷所思了一点，可是这外星人跑这么远毁灭地球，是为什么？这个嘛，也许是掠夺资源，又或者是奴役人类，反正肯定有他们的目的。等一下，你们就这么快接受了外星人侵略地球这个事了？但这些事情连起来，很难让我不相信啊，你说对吧，重生者？是啊，剑秋，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你的重生可能真的在改变些什么，甚至这颗彗星都与你存在着某种关联，也说不定。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的重生可能就跟彗星有关。我靠，这俩说的我心里发慌。要是推理成立的话，我林剑秋岂不是就是个外星人？别说话，门外有人。不对，刚才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们都抓了？听他们说彗星撞地球什么的，还有外星人的，这帮人怕不是电影里演的那些黑暗组织吧？小丽，你分析的还差点意思。有咱们在哪儿，还有什么黑暗组织？但有一点你说对了，这帮人肯定在搞什么邪门的东西。那个流浪汉的死，应该和他们脱不了关系的。古队，那我们刚才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呢？这样不就能将邪恶组织扼杀在萌芽阶段了吗？别心急，小丽，我有预感这个团伙一定在预谋着什么大案子，而且发展极其迅速，背后说不定还有神秘的资金在支持。你给我盯紧这几个人，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争取把他们连根拔起。琪琪，看清是谁在偷听我们谈话了吗？啊，真麻烦。刚才的对话他们肯定都听见了，这下这个古强肯定认为我们是在搞什么阴谋，希望别影响到避难所的建造吧。找到你了，小老鼠。林总一直皱着眉头，想什么呢？取笑我是吧？买公司只是为了方便建造避难所，我可对当什么总没什么兴趣。好啦，不跟你闹了，跟我说说，你一直锁着眉头想什么呢？琪琪，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找到你的时候，对你说过我是为了救你才重生的这句话吗？当然记得，当时我只觉得是你撩妹的话术。但事实已经证明了，我确实是重生者。所以我在想，这个世界会不会也有其他重生者，也在做着和我一样的事呢？倒是存在这种可能，只是现在时间这么紧张，想要找到和你一样的重生者，恐怕不是很容易。问题就出现在这上面，为什么我的重生时间只早了2个月的时间？你看我们经常看的那些小说和电影，重生要么就是回到过去阻止灾难发生，要么就有无限循环的能力，不断重开改写。但我这个时间太短且不说，即使回到了过去，我一个普通人类又有什么本事能阻止这种级别的灾难？
思考得很深刻吗？但你这个确实已经超出科学范围了，我回答不了你哦。所以当马思哲说这颗彗星上可能还有外星人存在的时候，我就稍微又有了点头绪。你想哈，假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我重生时间早的重生者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阻止这颗彗星坠落，即使阻止不了，也会提前告诉全世界这个消息。但目前来看，并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所以大概率只有我这么一个独苗。那么问题就来了，费这么大劲给我复活了，又不给我阻止灾难发生的能力，那么我的重生到底是要改变什么呢？也许就真如你说的，真的只是为了回来拯救我。那是当然，但我说假如马思哲说的都是真的，我的结论也是真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和这个外星人的关系可能真的不一般？而且我的重生根本不是为了阻止这颗彗星坠落，毕竟这玩意怎么阻止都没用，除非有超能力。但显然我没有，我重生的唯一目的可能是在这颗彗星坠落之后，整个世界被撞击毁灭，而我们这些幸存者要面对的不光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还有那神秘的外星生命。虽然我很想说可能是我们电影看多了，但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很难不认同你的猜测。哎，七七，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我那次亲亲你之后，你会出现一些曾经的记忆，对不对？我认为，为了帮助我更好地整理我和外星人的那些秘密，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哎。哼，讨厌，还不正经！快看看后面一直跟着我们的车是怎么回事。我靠！幸亏没看到把你破面包车出来，不然咱们又得重开了。别贫嘴了，往沙漠深处跑，看看能不能甩开他们。他们把我们围上了，再这样下去，车子要撑不住了，往那片沙尘暴里冲吧。啊，只能这样了。七七，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有点扭伤。追杀我们的人可能还在附近，我们赶快走。你说会是谁想要杀我们？会不会是古强他们？乱猜，古强只会抓我们，不可能是他们干的。你倒不如好好想想，有没有招惹到谁。七七，这你就不了解我了。我林剑秋平时就喜欢行善积德，扶老头老太过马路，根本不可能招惹拿枪的土匪恶霸。你说会不会又是那个什么重生改变结局什么的，从而引起了这个世界某个邪恶组织的注意，特别派人来干掉我们，阻止我们拯救世界？可我也没想要拯救啊，我从头到尾只想救你来着。都这个处境了，也没个正经，先想办法走出这片沙漠吧。这个你放心，我们逃脱的地方离那矿洞不远，我记得方向，只要沙尘暴一散，我就能找到出去的路。哎，七七，你看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奇怪，这沙漠中怎么会有个军事基地？我靠，不会说什么来什么吧？真有暗黑组织啊！小点声说话，看起来手背很森严，而且应该是很久以前就存在在这里了。那我们还是赶紧跑吧，离得越远越好。这会怎么胆小起来了？别着急，我们再观察一会儿，看看这伙人跟昨晚追杀我们的是不是一伙的。哎呀，不管是不是，你看这群人，枪啊炮啊的什么都有，离远点总没错。我们还是赶快溜吧。可我怎么觉得我们能来到这里并不是偶然的结果？
而是命运的必然结果。七七，再说下去你都能算命了。哼，可能真的跟你在一起待久了，都有点不相信科学了。再加上马思哲那外星人猜测，实在太烧脑了。不好，那个侦察的无人机朝我们的位置过来，我们快走。可算能躺下了。看来那个神秘基地的人和昨晚上追杀我们的人并不是一伙的。刚才我们都已经被那无人机给锁定了，但也没见他们追出来。唉，也不知道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哎呀，我的好七七，你看我们又是被枪扫，又是被无人机追踪的，最后不也还是安然无恙吗？你就信我的，别管他们是什么人，又或者是不是一伙的，等彗星一坠落，他们全都得嗝屁。我们现在能躲就躲，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算是想明白了，现在就算有天大的事，也不能耽误我们建避难所。你说的对，我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这个避难所。这个神秘基地也好，追杀我们的人也好，等到彗星坠落那一天，就会全部归零。唉，可能真的是最近接收信息太多，脑子都被你们搞乱了。要知道，在你出现之前，我还是个正常的上班族，每天想的最多是怎么摸鱼和去哪儿吃饭。而自从遇见你之后，又是世界末日，又是外星人入侵，还有神秘的追杀，搞得我都分不清现在是现实还是梦里了。放心吧，七七，这次我一定保护好你。林子，你到底在哪儿啊？村长他叛变了。老头儿，过分了吧？趁我不在就反水？小子，我早就看出你的不对劲儿，你有事瞒着我，对不对？要不说狐狸还是老的精，你又想要什么？老实交代吧，你要我的矿洞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是说了很多次了吗？盖地下游乐园，搞地下旅游开发，赚别人不能赚的钱。放屁！我可没见过哪个奸商肯让我80%利的。小子，你最好老实交代，不然我保证你走不出村子。行吧，那我可真说了。说吧。我要你的矿洞是为了抵御外星人的入侵，我要在矿洞里建造指挥中心，这样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能一起抵抗外星人，重新夺回地球。为了人类火种的延续，老头，这把你跟不跟？哎呦，到点了，该睡觉了。哎，我居然跟个傻子聊这么久，我也活够了。老爸，村长我搞定了，这施工队又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钱都给完了，一直停工呢。这就是他们老大。这老哥怎么看起来气冲冲的？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停工？为什么不问问你们自己？不给图纸，我们怎么施工？别指望我可不会这些细活。这下歇菜了，我就说怎么心里总感觉有什么事儿没干成，原来是把这茬给忘了。唉，我休个假的功夫，一个一个的都不让人省心。钱有了，矿洞也有了，全程居然能忘了画避难所的图纸。千算万算就没算出来这个，也怪老周，到了矿洞就下去研究那破石头去了，也不提醒我们一下。算了，还好发现的及时。我学过几年设计，这个改造工程现在就换我来接手吧。真是的，净给我添麻烦。
哼，老周，好久不见呀！马斯哲那外星人的猜测，他和你说了吗？哼，知道一些，不过我现在不怎么在意这个，我有更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地方。剑秋，你来看，这是我们现在身在的区域，这里是地下500米左右。我通过一些实验检测出来，周围全是坚固岩石，而且当年的矿洞为了防止塌方，还特意做过一层加固。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末日生存的好消息。哼，还得是你啊，老周，我个人口头表扬你一次。只是最近这地下1000米左右出现了一件怪事，总是会有不明来源的奇怪声音发出。你可别吓我啊！我对这些鬼啊怪啊的从小就过敏。你还是重生者呢，怎么会怕这些？既然刚好来了，就陪我再下去一次吧。别，周哥，叫你周哥行不行？我投降，你就自己去吧。碰上什么阿飘，你自己可以的。真的，我只能给你添乱。周哥，要不咱们再上去摇个100号人再下去吧。周哥。小雪，怎么是你这丫头？你下来做什么？这里好恐怖的。奇怪，这趟下来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大家先不要发出声音，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才听到的。让我们像个幽灵一样，静静等待声音的出现。嘘，听到老周说的了吧？说是有个幽灵会在我们身边出现。林哥哥，我好像真的听到声音了。啊？哪儿呢？哪有声音？出现在哪儿了？嘘，安静一点。今天果然没来错，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这种黑暗深邃的动静，绝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声音。小雪别怕哈，抱紧你林哥哥。虽然你林哥哥现在抖得厉害，但还是能保护你的哈。别说话，这次可比我上次听得清晰了不少。还听？再不走就收我们来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扛不住那种秃脸怪的。等下，我也听到那个声音了，这声音好耳熟，该不会是塌方了吧？真让你说中了。林哥哥。哼，小雪，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我没事。林哥哥你呢？有没有受伤？我也没事，应该只是小的塌方，可能是我们上面的施工太快了导致的，不用担心，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只是不知道老周怎么样了，希望他也没事吧。林剑秋，老周，你们在哪儿？林哥哥，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你的名字，好像是七七姐姐。哼，林剑秋你，小雪，你怎么在这里？哼，说说吧，怎么回事？我可以做小的。小雪，你该回家吃饭了。林哥哥再见。哼，老周呢？怎么又没看见他人了？
又下去了。但因为那块塌方严重，所以他说的那个声音也找不到了。倒是你和这个小姑娘，意外，纯属意外。七七，你知道我的。算了，目前不是跟你计较这些的时候。但是现在有件事你需要知道，那个古强身边的小女警跟过来了，现在正在村里调查呢，要怎么处理？麻烦的家伙，上次在研究所就被他们盯上了，只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上次会撤走。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我们上次的对话内容让他们觉得我们不是个小案子，想要挖掘得更深一些我们的秘密，才能抓到幕后主使。况且你这鬼祟的行踪和不寻常的动静都是很显眼的调查方向。七七，你可别吓我，这么一来我岂不就成幕后主使了？不管你承不承认，现在你的背景估计已经被他们查得一干二净了。短短10几天就能从普通人变成挥金如土的大富豪，而且还没来由的在这荒漠搞地下工程，恐怕是谁都会觉得你有问题吧？也是，但是现在避难所的工程不允许出任何问题，这可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全。看来我们得配合演一出戏了，把这个叶小丽调虎离山。喂，古队，今天林建秋突然带着村里的一个女孩出国了，柳七七也突然离开了村子。看来是我们的调查引起了注意，说说看这个村子的情况吧。其他人目前还没有动静，村子里的情报差不多都摸了一遍。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叫沙漠村，很多年前是一个矿产实验地，后来资源枯竭就失去了生机。现在的村子里常住人口不是很多。通过村长的情报可以知道，林建秋是以投资地下游乐园的名义进驻的村子，并且真的在村子原有的一个深层矿洞中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进行投资改造。我看过进出村子的工程队和改造图纸，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他们的混凝土用量实在太大了，对地下工程的坚固程度要求特别高，这点值得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人员上，他们有一个混混出身的高个子在负责施工管理，还有研究所那个戴眼镜的男的也在这个矿洞里，看起来应该是被柳七七雇佣来研究地质问题的。其他目标就没什么可以值得关注的了。有意思，这帮人看来真如我预计的那样在搞邪门的东西。小丽，你去盯住那个林建秋，看看他的障眼法是真是假。古队，我还是建议把他们现在就全部带回去问话。这里的情况让我有种不安的感觉，林建秋看似正常行为的背后，总让我觉得有些陌生。而且他也和那个村长说过，那天我们在会议室里听过的内容，也就是说，他已经把这套逻辑当作正常的伪装一直在使用。碰到以往那些骗子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个林建秋真的在做事。那个工程队每天都在赶进度，即使他想要调走我注意力，也没敢让工程停下来，这是我一直觉得奇怪的地方。放心，大胆的去追查林建秋。至于那个工程，只要他还在施工，说明正是他重要的东西，而且能这么明显的开工干，说明也不怕我们的调查。反而他这下突然的离开，才更值得我们注意。我明白了，古队。那个柳七七怎么办？他也离开了村子，是不是也部署人手跟一下比较好？柳七七应该只是他们的引子，不用太考虑。虽然我们第一次侦查的方向是放在他的身上，但从他身上牵出来的林建秋才是重点。我看过这个人所有的档案，他现在的变化足以让我们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好的，古队，我这就去跟上林建秋，这次我一定要在他身上挖出点东西不可。怎么样，七七，那个小女警跟上来了吗？你的计划成功了，我们离开的那天，那个小女警就追你去了。看起来他们已经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你的身上。不错，我还担心他们不上当呢。现在这样也好，我一个人把他们的目光都吸引过来，这样也方便你那边的工程进展，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最近的施工进度也很不错，我也大致整理了一下避难所的结构框架。首先，我们将整个深度分为3层，以500米深度为防护层，主要是以硬化结构为主，只留下一条通道当做末日后出入的出入口。
这一层现在的施工很快，填充的坚固岩石和混凝土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70%左右。老周的地质检测也为工程队的加速施工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希望这种防护能挡住那末日级别的撞击。然后是第2层的居住区，因为时间太紧张，我们没办法考虑很多的居住舒适性，只能按暂时的避难环境建造。不过都这种级别的灾难了，我们还是以保命为主吧。最后是1000米深度左右的能源物资层，是储存电力和物资的关键区域。预计还有个10几天工程进展就快到这层了。但是因为之前的塌方，这层的施工时间可能会比预想的时间更长一些。而且老周到现在还没弄清楚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七七，有你在我可就放心多了。至于那个声音，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地下深度问题，或者石头和石头之间闹脾气发出来的怪响，不会有其他问题的。总不能我们这么倒霉，什么事都能让我们摊上吧？有时候真佩服你的想象力，还石头和石头之间闹脾气发出来的怪响。要真只是石头的事，我觉得老周肯定不会这么执着，肯定是有一些能引起他注意的地方。不过现在那里还没恢复，看来这个事情得先放一放了。我赞同这个提议。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人不吃饭不识数，就像我们上次被那个神秘基地追杀一样，总会化险为夷的。我觉得这次也一样，指不定就是一些小问题，但因为我们最近遇到的事情而被我们自己放大了。万一就像我猜的，真的只是石头和石头之间的小摩擦呢？行吧，这事先放一放。听你胡说八道了这么久，你也该解释解释另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解释解释，你跑归跑，带小雪那个丫头干什么？这不是担心村长那老头又反水吗？带个他们的人方便拿捏他。那你怎么不带黄毛绿毛？他俩不是在工地上发光发热吗？喂，信号不好了。林哥哥，我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冰淇淋，等回去了也给村长和姐姐他们带一些吧。3, 2, 1。这个林剑秋想用这种满世界跑的方式来脱离我们的调查，可惜他低估了我们的决心。等古队那边调查完毕，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叶小丽真麻烦，跑到这冰天雪地的才甩开，收拾收拾，明天也该回村里了。他就是林剑秋，他就是那个偷了我全部脏钱的林剑秋，我终于找到你了。林剑秋，我的钱好用吗？你是谁？不可能，难道你是王顺德？你知道我？你竟然认识我？你是谁？你是谁派来的？快说！不，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是王顺德？这个时间，你应该早就案发被查了。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又是那该死的重生逻辑？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这么详细？你到底是谁？调查了我多久？冷静，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不对，不可能有人接触过我这些秘密，我从未告诉过任何的人，从未。你不可能知道我的秘密，你就是一个撞了狗屎运的小偷，是窃贼，是一个死人，是一个现在被我随意捏死的死人。我恨你，你毁掉了我的人生，你这个无耻，可恨，该死的小偷，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这个林剑秋总算是被我抓到把柄了。听起来好像是林剑秋偷了这个人的钱，难怪他会突然从普通人变成挥金如土的土豪。看来这案子中间还有案子，等我抓到他们两个，再好好审讯一番。把枪丢了，举起手来，慢慢转过来，让我清晰的看到你的双手，听见没有？我说你这小偷怎么会这么有恃无恐？原来是还藏了个帮手。你说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来杀我？把枪丢了，我再说一次，少问东问西的。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束手就擒。束手就擒？你让我束手就擒？笑话！我等了这么久，找了这么久，是你说放下就放下的。快说，你是谁？我最后再说一次，放下枪，举起双手。有什么恩怨，都跟我回去后，我来给你们一个公道。我也没兴趣知道了。今天谁都不能阻止我杀了这个小偷，谁都不能。你要是拦着，我就先杀了你。啰嗦！可恶！你们给我等着，只要我没死，我一定会追杀你们的。我去，这是什么情况？这小女警难道是假装被我甩掉的？哼，林剑秋，好啊，现在怎么不满世界的跑了？是觉得已经甩开了我，对吗？叶警官，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哎，话说你就这样放跑了他没关系吗？他可是个正经的犯罪分子哦。不着急，他的事我可以之后再调查，而你的事，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回答。叶警官，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我现在可是受害者吧？是不是受害者，你自己心里清楚。刚才我没出现的时候，你和他不是聊得挺开心的吗？叶警官，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你看我都被绑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哼，行了，还是少说废话吧。你是自己说，还是我来撬开你的嘴？呵呵，行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装糊涂就显得不懂事了。要不你先给我松个绑，我好好给你说。松绑就不必了，省得我还得动手再绑你一次。想听到我想要知道的，还是这样绑着最管用。那你可得站稳了，接下来我要说的可都是真的。哼，少卖关子了，赶紧交代吧。哼，叶警官，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人能死而复生吗？你说的死而复生是什么意思？就是死了又活了的意思。而我就是那个重生者。唉，就在1个月之前，我重生了。醒来的那个瞬间，我都以为是自己做了个梦。唉，你知道吗？那种死了又活的感觉，真的太难形容了。我缓了1天才接受自己重生的事实。而我死亡的原因，就是现在正在朝我们冲过来的那颗彗星。虽然大家都在说这颗彗星对我们没有威胁，但只有我知道，那颗彗星会在最接近地球轨道的时候炸成2块，然后朝地球撞过来。唉，要知道，在我重生之前，我就是个普通的3好市民，每天千篇一律的活着。彗星撞击前的几个小时，我还在烦晚上吃什么，结果下午就世界末日了。我们隔壁市被一颗巨大的碎片直接击中，掀起的热浪瞬间融化了好几万人，那个场面我下辈子都忘不了。整个国家都变得一团糟，我能怎么办？我就跑，可我从哪儿跑？到处都是惨绝的场面，混乱的疯狂。然后柳七七出现了，她救了我一命，把我从迷茫中拽了出来。她告诉我，我现在还死不了。接着就是她带着我跑，这个小笨蛋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车，全凭脑子好，指着路让我多活了1个星期，然后才走到死亡的终点。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和她一起活下去。结果我真的重生了，虽然不可思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既然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就一定会抓住。后面的故事你应该也知道了，我找到了他们，说服他们和我一起在沙漠村建造地下避难所，只要躲过撞击，我们就能继续生存下去。唉，可惜事与愿违。虽然我隐隐猜到这个事情不简单，但也想不出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外星人存在的这种意外。不过我转念一想，我自己就是个科学之外的玩意，
有个外星人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不过这只是马思哲的猜测，具体有没有，我们还没仔细讨论过。但我想，躲世界末日和躲外星人都是一个道理，把洞挖得越深越坚固，就一定能提升生存概率。好了，我说完了，你听明白了吗？这可是大事啊！真没想到你们的故事竟然如此曲折。这样，你把我也带上，我也想躲彗星和外星人啊！哟，这不是林总吗？还知道回来呢。哼，哎呦，我记得我们林总出去的时候好像是2个人，对吧？现在回来的时候变成了3个人，这每次出门都能多一个女人。看来林总，你这避难所的房间可能不够住哦。你听我解释。那你就好好的给我解释解释。啊！谷队，这帮人没什么警惕心，我已经混进来了。你的报告我也收到了。这个林建秋真是越编越离谱，连什么外星人都扯上了。我们要警惕他用这些表象来麻痹我们的调查，找个机会进入他们的工程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明白，谷队，我会注意的。现在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那个地下设施上，给我提供了不少的方便。虽然林建秋说这是一个地下避难所，但我从村子最近进出的工程材料和施工调查看，应该是建造类似堡垒或者坚固地下工事的样子。这案子变得越来越有趣了，神秘死亡、彗星撞击、外星人，还有复活重生，再加上绑架林建秋那个王顺德，这些人1个月前互相都没有关联，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产生了关系呢？对了，上次的行动太危险了，万一那个王顺德还留有其他后手，后果不堪设想。以后不许这么鲁莽行动，知道吗？我会注意的。那个原来叫王顺德啊。这么说，谷队你已经查到他的资料了？查是查到了，只是有点奇怪。资料显示，那个人叫王顺德，是我们市的一名内部人员。他几个月前就被内部立案秘密调查呢。可是1个月前，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他突然开始在境内乱跑，打乱了原本部署好的抓捕计划。后来更是直接丢失了目标，要不是你碰到他，调查组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经逃到国外去了。肯定和这个林建秋有关，要不是这次绑架案，我也不能发现这2个人是有关联的。但现在还不是做最后定论的时候。我今天会启程和调查组会合，把王顺德抓回来。到时候有了他的线索，再加上那个奇怪的地下工程，届时你在那边可以直接控制他们所有人。我考虑，这个案子也该是有个了结的时候了。这伙人从公园神秘杀人案开始，到这王顺德绑架案，又是编故事，又是搞基建的，形式离谱夸张，目的模糊不清，做的很多事都超出了我的预判。与其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不如我拿到一些证据，直接把他们带过来问话。想知道什么，我们自然都会知道了。明白，我这就行动。去一趟他们的地下工程里收集一些证据，不管这伙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都要在他们达成目的前将他们绳之以法。记住，小丽，保证安全的情况再行动，不要打草惊蛇，等待我的下一步指令。是。就这么放那个小女警进来，你就不怕计划被打乱？没招了，先不说救了我的事，甩了大半个地球都没甩掉，不如就放眼前看着吧。反正咱们又没干什么违法的事。
你这叫招桃花知道吗？动不动就和其他女人扯上关系。好了好了，不气了，都是一些意外。对了，最近马思哲有什么动静吗？指望他研究外星人呢？没有，他最近去大型观测站查数据去了，还没有最新的回复。行吧，我本来还有点事想问一问，但大伙都在忙工程的事，还是等空闲了再说吧。你这玩也完了，好不容易回来，也该忙点正经事了吧？那是自然，一会儿我就带着老八去准备生存物资。谁知道这个末日会持续多久？多买点准没错。准备的越充足越好。进避难所生存的可不光只有我们几个人。哼，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要救的人可变多了。村长，有没有爱吃的？我要出门准备大采购了，你爱吃啥，我给你带点。不用了，你离我远点，我现在看着你就烦得很。怎么了，小老头？又和谁怄气呢？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养生，得多注意身体，知道吗？要不我给你整一吨枸杞泡泡茶怎么样？装听不懂是吧？就你，离我远点。那小女警都告诉我了你的事儿，要不是看你真金白银的真的在搞建设，我早就给你轰出去了。原来为这事儿啊，那我可帮不上忙，你就自己慢慢想吧。不过一码归一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错过这次囤货的机会，下一次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喽。不爱吃，走走走，再敢缠我，我邦邦就给你2拳。好，那就不给你买了。到时候你想想看，一大堆人围在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一个老头没水喝。记得买香辣味的。林子，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魅力？先是柳七七这个御姐被你几句话就忽悠走了，接着是小雪那妹子莫名其妙的就对你有点那个意思，现在又来了个小女警，这波属实是给我老八看不懂了。难道重生还有洗女人缘这种功能？好兄弟，你还挺善于观察的吗？难道你没观察到我心里只有七七这一个吗？这个不是很好观察，看来我还得再仔细观察观察。行了，又开始说胡话了。对于上次追杀我的那个王顺德，你知道多少？知道了，他叫王顺德。我就知道，问你也是白问。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里面的关系和背后的阴谋？想那么多太烧脑了，不符合我的人设。不过这事倒是提醒了我，既然你惹的这些人都有枪，那我们就应该也整点军火来装备一下自己，免得以后碰上再吃亏。好主意，我想要把激光枪给你，再整把光剑，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做白日梦。你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军火能运进来吗？又没让你现在运进来，我们先和他们交易，然后找个离得近的仓库放着，等到你说的那天来的时候，咱们再去把武器取回来。这样不管是末日生存还是什么外星人，就都不用怕了。哎呀，行啊老八，原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力量型英雄，没想到你还背着我偷偷点了智力。不错，这是个好主意。等我们采购完物资，就去办这事。林子，你买这么多小孩的纸尿裤干什么？嘘，记得给我保密，这叫未雨绸缪，但不能让七七发现。我们得偷偷的运进去，现在不多买点，以后可就买不着了。哎呀，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赶紧一起动手，咱们时间紧，任务重，还有一大堆东西等着我们买呢。哎呀，终于买齐了，接下来该搞点自己用的了。
老头儿，诗歌老王子，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快出来，快来看看我给你买的好东西，以后吃了我的，可就不许再吃别人的喽。这么整整一车，你是要吃死我吗？还都是变态辣的，你小子就是欠揍！七七，林剑秋呢？哼，他呀和老八出去了，说是要搞点军火防御外星人的入侵，一时半会儿的估计是回不来了。这样啊，我还准备找他有事儿呢。还是地下那个奇怪声音的事吗？我记得自从上次坍塌后，好像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吧？被你猜中了，现在工程进展已经覆盖到了上次坍塌的地方，断断续续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这就奇怪了，上次坍塌后，我们还冒险又下去了一次，探测仪显示也没什么异常，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不知道，我也在思考这个事。按照理论解释，我们这个地下深度是不会出现这种规律又充满能量的声音。会不会又是林剑秋搞的鬼？毕竟前车之鉴摆着，只要是跟他有关系发生的一切，都能变得十分诡异。这次我感觉可能还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而且七七，你看，林剑秋已经离开村子了，但声音还是出现了，说明这个声音肯定不是他那个所谓神秘重生影响的。而且我仔细调查过这里的地质和环境变化，我猜测咱们这个矿洞的地下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地质空洞。老周，这可是重大的发现啊！要是这个空洞足够大，我们生存的概率可大大提升了。走，我们下去看看吧。但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根据这个声音的波动猜测，很可能是一种人造能源设备发出的声音。你的意思是说，也可能我们的避难所下面还有一个地下设施？只是猜测，还不能确定。就是这个位置，那个声音要来了。不好，是能源波动。老爸，没想到你小子人脉还挺宽广，以前怎么没见你显山露水的呢？哼，这叫低调，树大招风，知不知道？夸你两句，还给你拽上成语了。既然你讲究低调，要不你就把我那10几万还给我吧。我们俩提前多伤感情呀，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下次别提了哈。哼，真鸡贼，我迟早得让你还我。好了好了，咱先忙正事儿。瞧我们买的这些坦克多皮实，你再看这些枪，嚯，这就是 AK 吧？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 AK 悍匪，现在梦想可算实现了。这叫什么？这就是天道勤酬，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己不动手，全靠兄弟有。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谁教你的这些奇怪的知识？以后离他远点，我怕传染。老爸，你这人脉也太次了，刚收完钱就黑吃黑。放屁！我看都是来找你的吧？你看看那个领头的，是不是有点眼熟？林剑秋，你去死吧！我就说吧，肯定是来找你的。我一个三好市民，怎么可能惹上这些刀枪炮呢？人在家中坐，祸从兄弟来，就是形容我现在这个情况的。这个王顺德还真是阴魂不散，看架势是奔着要我们命来的，只能拼一波了。在国内你叫我老八，我不挑你理；到了这外面的地盘，你们都得叫我八哥。干！杀！剥了他的皮，我要捏碎他的骨头，给我杀！老爸，该咱们打回去了。这个武器不错，打外星人也好用。
给我上，不准退！冲进去，杀了他们！人呢？搜，他们一定还在这里面，给我把他们挖出来！你八哥来了！哈哈哈哈哈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林剑秋到底是什么身份？怎么会惹上这么厉害的仇家？还有这些武器装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一开始就想错了？不对，这不正常。越看起来简单的情况，可能背后越是复杂。林剑秋这个团伙，行为怪异，行动飘忽，而且组织严密度也没有。组织成员都是没有案底的普通科研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却来这海外囤积大量的军火和装备。不管他们是要做什么，这个行为已经让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不能再继续暗中调查了，得直接控制他们。王顺德死了，而且死状比上一个还惨。昨天他和林剑秋刚有过冲突，今天就死得这么惨。小丽，行动，把林剑秋抓起来。谷队，林剑秋他怎么了？他失联了。什么？失联了？什么意思？昨天冲突之后就联系不上了，而且他们现在还封锁了地下，情况比较混乱。会不会是林剑秋的脱身计？不会的，昨天没人进入村子和矿洞内，而且看他们的行动，好像是地下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盯住他们，有情况及时汇报，我去追查林剑秋。
anfangen. 你是谁？这是哪？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吧？你是谁？现在是几号？回答我。脾气倒是不小啊。回答我。24号。24号。24号，只剩18天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去。急什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谁？我是林剑秋。你是谁？这是哪？我叫嫣然。至于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不需要知道。还有，你不是林剑秋。你什么意思？起码在我们的研究来看，你不是林剑秋。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没什么事就赶紧把我放了。对了，我的兄弟老八呢？劝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对你审判已经出来了，现在你是我们的祭品，好好休息，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站住！你把话说清楚，老八到底在哪？飞升者在上，嫣然参见。我们等待了数百年，终于出现了一个合格的祭品，而阿尔阿斯的神迹也即将越过地球这个牢笼。这一切都是飞升的预言，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是啊，这痛苦的诅咒我们已经传承了数百年，我还以为将会永远失去飞升的机会。万圣的阿尔阿斯啊，终于听见了我们的哀求，将要带领我们前往飞升之路了。感谢阿尔阿斯的垂悯，我们的先祖等待了数千年的机会，降临在我等的身上，是先祖的护佑，是我等的命运。嫣然，要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即将脱离这肉身的诅咒，飞越这困境我们的牢笼，在引领我们的圣地上完美飞升。请飞升者放心，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待圣地抵达预定的轨道。我将亲自驾驶一骑飞船，护送飞升者前往圣地。还有祭品，它是我们的钥匙，是我们完美飞升的钥匙。嫣然，把钥匙准备好，把它封印起来，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不可以，你忘了飞升者传承的要求了吗？这个祭品太珍贵了，如果他不愿意跟我们走，我们的诅咒是不能降临到他身上的。是啊，只有让他自愿跟我们去，我们才能完美飞升。嫣然，祭品的状态怎么样？回禀飞升者，祭品目前心智还在迷失中。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去吧，占领他的心智，让他自愿随我们前往圣地，别告诉他我们的最终目的。遵命。放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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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了这么久，嗓子都劈叉了，怎么就没人管我了呢？这破游戏还贼难打。放在以前，我起手一个风铃月影宗直接翻盘了，烦躁。管我是吧？监视我是吧？去你的吧！嘀嘀咕咕的又在琢磨什么呢？看在你安静了点的份上，砸坏的设备就不用你赔了。把衣服换上，带你去个地方。莫名其妙的把我关了这么久，也该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目的了吧？哼，一个招呼也不打就把我绑了，你们难道没有法律意识吗？这么大个地方，不知道买本刑法读读吗？我告诉你，随意绑架他人是要吃牢饭的。所谓杀人放火，牢底坐穿。我劝你赶紧给我放了。还有，
你再给我解释一下，那个恶心的洗澡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能在那水里面活着？然后你那天说的什么我不是林剑秋，审判、祭品都是什么意思啊？不重要了，这些对你、对我都已经不重要了。你不是一直在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遗迹之城，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我猜可能以前这里真的是一座城市，而你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相信你自己应该也有所感知吧。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人格大变，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拥有巨量的财富，更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往一个偏僻村落建造什么地下工程。从你误打误撞的被我们追踪到开始，可能所谓的预言就已经开始了。好啦，先介绍到这里，地方到了，进去你就会得到你要的答案。故弄玄虚，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鬼叫什么啊？怕我吃了你啊？我怕你了，你下去，离我远点。别假正经了，把衣服换上，继续训练去。不去了，打死都不去了。你们是真狠啊，把我当狗耍是吧？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你们一定就是那种很变态的组织，喜欢捉弄我这种普通人，玩弄了之后就做成火锅调料，是不是这样？想象力不错嘛，心态也很轻松，难怪能成为数百年来唯一的合格品。又开始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设定了，有意思吗？这样藏头露尾的，无非就是需要我做什么而已。都是大人了，直接点不行吗？有意思，那你倒是说说，我需要你做什么呢？首先，这里肯定是在地下，也就是说，你们做的买卖见不得光。其次，这里又是人体研究，又是航天员训练的，再加上你说的什么祭品预言之类的，我估计肯定是需要我的配合，你们才能完成某种仪式，又或者是某神秘地点的开启。猜得很好，下次不要再猜了，起来训练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很巧合，我的时间也不多了，今天就一次说清楚吧，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哼，走吧，把衣服换上。你不是一直很挂念你的兄弟吗？回答我的问题，女人，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做什么？你自己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可恶，又玩这招！喂，你别走啊！老周，准备好了吗？放心，已经第17次调试了，这次一定没问题。启动，启动，找到林剑秋。听到了，终于听到了，终于攻破他们的防护层了。我靠，这么大个地下基地，什么时候造好的？我们怎么一点没察觉？不会的，这个地下基地太大了，而且离我们这么近，不可能是临时建造的。也许他们才是先来者。那这么说来，我们造这个避难所是为了躲彗星？那他们难道也早就知道彗星要撞击地球？不必纠结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林剑秋，确定他平安无事。我有预感，他一定就在这个基地里。开启第131次监听。不想听了，听不动了。这林剑秋怎么回事？不想办法出去，天天在那儿鬼喊，他不腻吗？他平安就好。老马，咱们得想办法和他们联系上，不然一直等下去太被动了。放心，设备我已经安排人去买了，明天就能送到。来来来，你们听，又来动静了。哎呦，又是那个女的在骚扰咱们剑秋了，他俩又唧唧上了。放心，等他回来，我让他知道什么叫一刀切。早知道
就不搞什么军火了，搞来搞去给自己搞了个牢饭吃。关键这帮人每天就知道打我，他倒是问啊，问了我就全招了，就知道打，打完就关在这个黑暗阴冷的小牢房里，没有红酒，不给牛排，清汤寡水，还将我和好兄弟残忍分开。林子，你在哪？来救救你的小爸爸，再不来我感觉我要夭折了。哟，伙食不错嘛。好兄弟，你可算来救我了。唉，就是谈不上了。咱们还是先想想是被谁掳走的吧。我就记得那天我们打完仗挺嗨皮的，我还给你吹牛来着。后来我们就上了一辆车，然后就失去了意识。问题是他们是什么时候盯上我们俩的？我们出村买军火的时候，也就和自己人打了招呼，全程没有其他人知道。而且交易的地点在那么偏僻的犄角旮旯，照理说是不会被发现的。难道是很早很早以前就盯上我们了？这说不通啊！之前的我们可比现在容易下手多了，真是奇怪。我想想哈，我这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做生意只是图财，关我们俩这么久又不要赎金，说明这帮土匪目标不是钱。我在牢里关了这么久，其实也想明白了很多。首先就是把我们分开关押，用策略让我们不能抱团取暖，互相帮助，有助于从我们其中之一身上找到突破点。接着就是我承受了这么久的殴打和清汤寡水，一句话都没机会招，说明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这里。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今天我们能团圆，说明你小子已经招供了，对不对？你以后还是别猜了，说这么多一句有用的都没有。要知道你坐牢的时候，我可正被他们关在那红色黏糊的液体里搞人体实验呢。而且那个女人说话老是藏头露尾的，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这个地方就是很奇怪，目的不明，每天就知道折磨我。不过最近倒是让我稍微的摸到了一点点的眉目。首先这女的说这里叫什么遗迹之城，但我从哪也没发现点遗迹的样子，倒是偷瞄过外面居然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发射场，还有一台超级巨大火箭，而且还是藏在地下。我估计这伙人肯定哪个政权的秘密军队，目的是要登陆月球，占领火星，搞太空大战。哎，也就咱们知道，马上地球都要嗝屁了，这些人拼死拼活的，也不知道图个什么。那还是你惨一点儿，我只是挨打，你已经当上实验小白鼠了。哼，你爱当你也去当，我可再也不想被塞进去了。对了，最近看着点机会，我们找个他们松懈的时候溜出去。我已经搞到门锁的密码了。还得是你呀，林子，我早就看这里不顺眼了。等我出去，我非得再回来把这里轰个稀巴烂不可。行，那我们就说定了，一会儿要是那个女人来了，你跟我一起对付她。看来聊得很开心嘛。怎么样，猜出自己在哪里了吗？哼，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兄弟平安就行。还有，我看这里挺好的，我决定在这住下了，你走吧。好啊，那你就在这待着，你这个好兄弟我就带走了。只要不挨打，我去哪儿都行。不打你，只是带你去死而已。喂，女人，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啊！陪你玩了这么多天，我也腻了，跟我走吧，不然我就杀了他。哼，终于按耐不住了，现在可以说说你们的目的了吧？哼，很简单，你跟我走，带你去那颗彗星上送死。莫名其妙，怎么不说去火星呢？哼，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不然他会死，那个红头发的也会死，还有那2个戴眼镜的，村子里的老头、女孩，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得死，都得死。林子，那个女人怎么会对我们了解的这么清楚？唉，我现在终于明白她带我来见你的真正意图了。我怎么这么笨，连这点都想不到？原来我之前和她所谓的斗智斗勇，在她眼里不过是我在拙劣的表演。估计那个出去的密码也是她故意泄露给我的。
还有那个巨大的火箭和发射基地，应该也是他故意让我看到的。原来他一直让我训练，给我时间，是这个意思。我早该想到的，这些不寻常的东西怎么会和我一个普通人有关？那个红色的液体，那诡异的人体实验，还有那个女人最开始和我说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和那颗彗星有关。我竟然还存着侥幸心理，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意外。原来我一早就被他们给盯上了。原来七七那时候说的奇怪的感觉，指的可能就是他们，是他们在暗处一直监视着我们，甚至那个凶杀案可能也和他们有关联。而且他知道我想要保护的所有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软肋。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我应该很早就和他们接触过了。就是那次我和七七从研究所回沙漠村被追杀的时候，当时为了逃命，我和七七不顾危险冲进了沙尘暴里，意外遇到了这个基地，甚至还被无人锁定后还能安然逃生。原来他们一早就知道我是谁，而这个基地和咱们的沙漠村不过几座山的距离。要知道我们在沙漠村建造地下避难所，是因为周怀远曾经来过这里，并知道这里有个深度合适的废弃矿洞。马斯哲也计算过，这片区域是彗星撞击的薄弱区域，在这里建造避难所，不光受到的打击比较小，而且还能为长期的末日生存做准备。可笑的是，他们也在这里有地下基地，也有完善的末日生存设施，甚至比我们临时搭建避难所豪华了不止10倍。我想，这一切的一切，恐怕不能简单的用巧合来形容了，只能解释是我这个重生者被设定好的命运。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上那颗彗星，但我好像并没有拒绝的能力。别去啊，简秋，以现在人类的科技，想要登上那颗彗星，无异于是送死啊！笨蛋，别去好不好？不要去送死，我不要你去送死。唉，其实他要是早这么说，我可能都不用威胁就跟他走了。毕竟这个世界上出现一个重生者，也实在太扯了，对吧？之前因为时间紧张，大事小事不断，我只能断断续续的思考。但是这最近几天的牢饭，让我好好琢磨了一下这个事情。从我重生开始，我看似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结局，实际也在改变别人的命运。比如那个杀人案，虽然我还是没想明白这个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这个人却因为我的出现而死去了。还有那个王顺德，因为我的原因不惜数次追杀我，从而也逃出了他原本的结局。也许还有更多人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验证。我需要一个答案，我重生的答案。而且这一路走来，所有的巧合和际遇都是对我这个答案的鞭策。七七曾经想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我的重生，马思哲则直接推论出外星人的结果。而今天我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我是一名重生者，而他们这帮想要登上彗星的疯子，需要我这样一个人，又或者是他们口中的祭品，或者是那种烂俗套的人体钥匙。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即将可以追寻到我想要寻找的答案。你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整个大动静吗？这辈子我运气好，碰上个这么个毁天灭地的事情，又神奇的是还能给我重开的机会，让我再来一把。不管他是外星人还是什么神秘力量，这把可直接算是白给的。我怕死，真的很怕那种。第一次死的时候，我虽然强装镇定，但其实腿都打颤了，要不是抱着七七，都差点尿裤裆里。但我还是想去，要去，我要跟着这帮疯子上那个彗星看看。他们准备的这么久，这么充分，肯定有他们非去不可的理由。而我可能会死在上面，也可能……算了，就当会死在上面。我林剑秋不能白活这2趟。避难所我建好了，物资我买完了，能活多久就交给你们自己了。我要去寻找我重生的答案。我林剑秋，要死也不能死在地球上。
好兄弟，帮我照顾好他们。林子，你回来，别去送死啊！你回来，回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干他们。还有，你他喵的走就走，锁我牢门是什么意思？林子，林子。目标锁定。10。这个笨蛋。9。8。快点，再快点。7。琪琪，你等等我们。6。5。4。3。2。1。出发。喂，臭女人，咱们到哪儿了？能不能尿尿啊？我想卧屎。吵死了！安静点，开始进入彗星的碎石圈了。你抓稳，别先死了。我要吐了。再吵就把你丢出去！可恶，这碎石群感觉像活的一样。最后再试一次，我就不信冲不出去。终于甩掉这诡异的陨石了。
喂，还活着没？我们到了。你再不把我放出来，我就真的要不新鲜了。哎，我们这是去干嘛？怎么突然就不说话了呢？这里是太空吗？我靠，真的是太空啊！还能看见地球呢！我靠，我太牛皮了！我就一直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认识这帮外星人的？连登陆彗星的飞船都有，这飞船人类科技可造不出来的吧？哼，都这个时候了，还有闲心呢？那飞船是在遗迹之地发现的。至于这颗彗星，只有飞升者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我也是第一次上来。这么说来，你们上来之前没跟这里的外星人打过招呼是吧？那你们这叫私闯民宅啊！哼，这不是带着你这个礼物才上门的吗？哎，你怎么不走了？我就不陪你进去送死了。见到了外星人，记得帮我问个好。行吧，该来的总归会来的。我要是没想明白，也不会跟你上来。不过你这人刀子嘴豆腐心的，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我好心告诉你，这颗彗星没几天就要炸了，砸到地球上。你要是有命能回去，记得找七七他们一起躲到地底去，越深越好。我去，都会飞了，你们才是外星人吧？再见，林剑秋。哎，怎么没动静了？怎么回事？突然神力失灵了，不对劲，我体内的神力正在沸腾。这里不是圣地，对，这里不是圣地，他在排斥我们的力量。不可能，那这里是哪里？该不会你们和这里的外星人不是一伙的吧？怎么回事？这个动静，难道是仪式失败了？什么动静？我靠！我靠！我靠！真他妈有外星人啊！嫣然，救命呐！嫣然，救我！嫣然，我打不过外星人啊！救命啊！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再不走我也得给他陪葬。救命啊！嫣然，再不来就真嗝屁了！烦死了，这家伙！可算等到你了。快跑快跑，死腿快跑！
大姐还等啥呢？赶紧起飞啊！吵死了，别催。全球预警！全球预警！即将掠过地球的彗星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据分六出的和无数陨石群，预计将在数小时内撞击地球，引起毁灭性的灾难。请全体人类寻找就近避难所避难。全体人类寻找就近避难所避难。我靠，断电了，这是，可算等到这破地方出问题了。我说最近怎么连饭都不给一口了？原来是这地方已经没人了。难道都跟着林剑秋上那颗彗星了？只是这么多人都跟着去，伙食跟得上吗？想不明白，算了，我还是先回去找柳七七他们吧。算下时间，今天就是彗星撞地球的日子了。我勒个豆，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这是造了个堡垒吧？别说扛彗星，就是扛火星都足够了吧？好了好了，别担心了，那小子会平安回来的。古队，原来林剑秋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世界真的要毁灭了。喂，有人听到吗？我是林剑秋。喂，七七，柳七七，我是林剑秋，回来了。哎呀，我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会儿出去，我就要跟柳七七原地生7个8个的。等一下，还有一个。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嫣然。林剑秋。喂，大家好，我叫林剑秋，
我向所有人类幸存者喊话，重复，我向所有人类幸存者喊话。这次的彗星坠落并非是单纯的灾难，而是外星生命的入侵。重复，这次的灾难是外星生命的入侵，请所有人类幸存者提高警惕，守望相助，联合起来，一起抵御外星入侵，夺回地表，重建家园。